在我的关系下，千亿地产老总亲自免试录取了刚毕业的堂弟。然而在高档餐厅里，当堂弟听说是我要请客，不知情的堂弟竟嘲讽我不过是个知根知底的穷亲戚，在他这个千亿地产公司的员工面前装什么装？啊，你去面试了？哪家公司啊？万顺地产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啊？面试官喊我了，不说了。看着被挂断的电话，六叔有些尴尬的道：“这小子平时被宠坏了，说话没大没小的。那什么，他说自己就在万顺地产面试呢。行，那我给葛总打个电话。”叶枫拿出手机给葛清泉拨去了电话。葛总，我有个老家的弟弟叫叶宏伟，正在你们公司面试，荣成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。叶先生的亲戚，那肯定是人中龙凤。行，这事交给我了，放心吧。挂断电话后，葛清泉便直接来到了人事部的办公室。葛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谁叫叶宏伟？叶宏伟连忙站起来，忐忑不安地看向葛清泉。我是土木工程专业的。是的。行，这个小伙子挺不错的，给他办个入职手续吧。先去北区的项目工地做个助理工程师，跟着学习一段时间，等有了经验，再做个项目经理什么的。葛总来这就是专门为了让这小子入职，这家伙什么来头？好好干，我对你可是抱有很大期望的。如果做得好了，以后的项目部总监也不是没可能。叶宏伟感觉自己都快要幸福的晕过去了。葛总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，不辜负您的期望。你们继续吧。葛清泉说完就回到了办公室，给叶枫发了条信息：已经办妥。葛总，我不是说叶先生坏话啊，不过这个叫叶宏伟的年轻人好像心里不是那么稳重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一个毛头小子罢了，你这是拿他和叶先生比，当然觉得差距大了。年轻人嘛，多锻炼锻炼，还是有成长空间的。再说了，这是叶先生交代的事，别说他只是不够稳重，就算真是一坨狗屎，我也必须得收了。不久后，办完入职手续的叶宏伟才想起刚才父亲打来的电话，于是他拿出手机回拨了过去。爸，你刚才找我有什么事？以前不是和你说过，你三叔家的孩子叶枫比你大几岁，我们现在一块呢，晚上请他吃饭，你也一起。叶枫跟他又不熟，一块吃什么饭？叶宏伟有些不乐意了，他可是正儿八经的本科毕业，刚刚还直接免试入职了万顺地产这么大的公司，他叶枫算什么东西？就一块吃个饭，见面聊聊天，回头你要是有什么事要忙就直接走，不会耽误的。那行吧，也就我今天心情好，不然我才不去呢。他马上过来，让我们先找个地方，然后给他发位置。不用在这等他吗？不用，他这个人固执得很，而且好像这会挺忙的，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我们还是先去吧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还是你定地方吧。行，那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开车。要不然还是打车去吧，万一想喝酒也不怕查酒驾。说是怕查酒驾，其实六叔是觉得叶枫那辆国产车实在没什么档次，万一让儿子看到了，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会。没事，想喝酒找个代驾就是了，等我几分钟。叶枫说完就去了停车场，六叔站在门口却有些忐忑不安。宏伟一向骄傲，万一真让他看到那辆国产车，我该怎么解释啊？这时候，一辆奥迪 A8 就停在了他跟前。六叔，上车吧。这车你的？对啊，之前那辆车是我老婆开的，她对车没什么要求，就买了个很便宜的。六叔松了口气，这才对嘛，那么高的身家，怎么可能开个10几万的国产车呢？刚才葛总给我打电话了，说已经把宏伟录用，正在办入职手续。不过葛总他们几个公司的人等下还有个会，等开完了就过来。已经录用了，真是太好了！哎呀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你是不知道，这小子最近把万顺地产夸得跟花一样，别的公司死活不愿意去，就要去万顺地产应聘，估计他这会也乐开花了。举手之劳，你开心就好。不久后，两人就来到了一家很高档的餐厅。这家餐厅虽然经营模式比较西方化，但主要菜品还是中式的，另外有一些很不错的法国菜和泰国菜，都可以尝一尝。这家菜是不是很贵啊？他想请叶枫吃饭表示感谢，可今天出门没带多少钱，如果菜太贵的话，他怕自己掏不出那么多钱来。这么多年了，第一次请你吃饭，哪能让你掏钱？不管多贵，回头想吃什么点什么就行了。这时候，叶宏伟走进餐厅，六叔连忙冲他招手道：“宏伟，这边。”你怎么想起来到这里吃饭了？谁要来的？叶枫说这里的菜比较好吃，来，先坐下。你们兄弟俩也好多年没见了吧？一会好好喝几杯。叶宏伟虽然坐了下来，却只看了叶枫一眼，并没有要打招呼的意思。你知道我现在多忙吗？哪有这么多时间吃饭喝酒？要不是你喊得急，我才不来呢。算了，来都来了，也不跟你们计较这些。你们点菜没有？我们俩都点过了，你想吃什么自己点吧。服务员，他的声音很大，引得不少人看了过来。六叔连忙拉了叶宏伟一下，提醒道：“你小声点。”干嘛小声？我小声他们听得见吗？再说了，我花了钱，还不能说话了。哥们，桌子侧面有呼唤按钮，按一下就可以了。叶宏伟一怔，可他并没有对那人说感谢的话，反而瞪了对方一眼。脑子不好，又没问你，多嘴。此时，服务员已经过来了。请问您需要什么？点菜啊，这还要问？服务员保持着公式化的笑容，把平板递给了他。叶宏伟接过来，随意翻了几页，脸色就愈发难看起来。一只鲍鱼200多，3两黄鱼1000块，这不跟抢钱一样吗？六叔听得浑身难受，低声道：“你别老是说这些，今天叶枫请客的。他请客都是自家亲戚，你可别打肿脸充胖子。我听说你现在过得并不是很好，没必要在我们面前装。”